上回说到，路飞一伙赶往人类拍卖会营救凯米，遇见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镀膜工匠雷利。万万没想到，这个拖鞋老大爷居然是雷利。另一边，海军大将黄猿率领大队人马赶到香波地寻岛，岛上的人们乱作一团。雷利嘱咐草帽团，镀膜最快也需要3天，这3天内大家只能各自安好，努力别让大将黄猿给干掉。草帽团和凯米他们挥手告别，向镇上走去。见到海贼王的副手，让大家感慨颇多。弗兰奇想起了奥尔杰克斯森号，那是师傅汤姆为罗杰打造的横跨世界的海贼船。当年汤姆因为此事被世界政府定罪，又被斯班达姆那个小人陷害，现在想想让人唏嘘不已。路飞提议去游乐场快快乐乐地度过3天，同一时间城镇里就得进行大逃杀。黄猿带来的海军精英们蜂拥进入城镇，扬言要把岛上的海贼一网打尽。海贼们苦不堪言，四处逃命。黄猿没有急着动手，似乎在用电话虫和某人联络，大概是来时的路上速度太快了，电话虫晕了过去。摩西了半天，电话虫也没有反应。旁边小心的角落里，2个不怕死的海贼看到大将黄猿落单了，喜出望外。俗话说双拳难敌4手，咱们俩这4手要是用上，给黄猿干倒了，那岂不是一战成名？这么幻想着，手中的来福枪就举起来了。眼见2发子弹全部穿过了黄猿的脑袋，但是黄猿根本毫发无伤，2人吓得转身就逃。结果没跑几步，黄猿就站在他们的正前方。黄猿俯下身子，极其有礼貌地问道：“不好意思打听一下，我得找一个叫做战涛丸的男人，他是老夫的部下。”黄猿话没说完，2个海子惨叫着向另一个方向跑去。黄猿直接抬起大长腿，踢出一脚光波，轰隆一声巨响，前方一棵直径足有100米的巨大红树被踹折，重重砸在地上。与此同时，超英雄的反击也开始了。人形打碟机阿普不听手下的劝告，非要招惹一下黄猿再跑路，以为这样耍弄一下海军大将很有趣。不用急，不久之后他就要为自己的蠢货行为付出代价了。其他的超新星们纷纷借此机会展露实力，竭力向观众表达老子才是又帅又强的那个人。首先上台展示的是来自南海的大卫女杰尼邦尼，悬赏金1亿4千万贝利。结合他刚出场时候招式不难推测，他的能力是将人变成老人或者小孩。围攻他的一大群海贼都被他变成了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的小屁孩。第2名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西海，悬赏金1亿3800万贝利的黑帮教父匪帮卡彭贝基。海军包围他的时候乐坏了，总算逮住一个落单的过亿新人了。兄弟们，群殴他！贝基微微一笑，看清楚形势了，不是你们一群包围我一个，而是我一个人包围你们一群。天成果实的能力让卡彭贝基的身体里藏有10万大军，只需一声令下，自己都不用动手，小弟们纷纷开始行动。先是一顿大炮洗礼，海军们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轰躺下了一部分人。大炮之后是卡彭犯罪团伙的骑兵连，一大堆骑兵从贝基的身体里冲出来，冲散了海军的阵营，一顿乱砍乱射，打得海军十分难受。他们想不明白这些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卡彭贝基全程双手插兜，悠哉着抽着雪茄，海军就被这点人也配和我打。来自北海的选手霍金斯就比较倒霉了，万万没想到黄猿来找的第一个超新星就是他。但是霍金斯一点不慌，冷静地给自己算了一卦，今日虽然血光之灾，但没有生命危险。不急，打起来的话，败北率是100%，逃跑成功率是12%，防御回避率76%。黄猿向霍金斯搭话，霍金斯理也不理，黄猿没了耐性。速度は重さ。光の速度で蹴られたことはあるかい？黄猿直接大长腿甩起来，将霍金斯一脚踢飞，接着一顿激光连射，结果霍金斯毛事没有，从他的身体里掉出了2个坏掉的稻草人。与此同时，2个船上的伙伴不明受到伤害，倒地不起。霍金斯面无表情地感慨道：“这稻草果实是不错，就是有点非队友。看来只用10个稻草人来对抗海军大将，属实有点心虚。”这一声惨叫来自空岛的选手怪森乌尔基，被人从别的地方扔了过来。接着一个庞然大物落在了乌尔基身边，周围人懵逼了，这人不是七武海的暴君熊吗？果然是厉害啊！霍金斯表示不要慌，因为让你更慌的人就站在你后面。乌尔基回头一看，瞬间绝望。海军大将黄猿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倒了血没了。前有七武海，后有海军大将，天要亡我。霍金斯说：“你今日面相红润，没有死相，放心好了。”暴君熊举拳攻击，另一个超新星赶来助阵，这就是前任海军少将北海的德雷克。有了德雷克的加入，乌尔基又感觉自己行了，嗷嗷一声，从XL乌尔基变身成为XXXL乌尔基。不远处的阿普看得热血沸腾，属下却很清醒。别扯了，那个家伙就算变成5XL也会被干掉，这他妈也不是比谁的码数大，不如趁此机会赶紧逃命。阿普毫不理会手下的劝告，跑是不可能跑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跑。记得这边与罗一伙共同联手对付暴君熊，费了半天劲儿，暴君熊毛事没有，脱下手套的那一刻，大家愣住了。电视机的小伙伴们也愣住了，因为这只大熊手掌上不是肉垫，而是一个激光炮发射器。我的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暴君熊？难道是熊大熊二？错了，还有熊3熊4，因为此时此刻路飞一伙也遭到了暴君熊的袭击。
路飞得知对方是七武海的身份后，命令伙伴们全力以赴进行攻击，先发制人，把对方压下去，绝不给对方喘息机会。路飞开启2档，大雄在他的后面紧追不舍，激光炮无差别扫射。其他小伙伴眼见不是对手，赶紧找地方藏起来。索隆山治追随路飞左右，极限走位，躲避暴君雄的激光炮。临近暴君雄的时候，三人各自使出大招将其打倒。索隆感觉有一丝丝奇怪，这个熊和他们在莫利亚地盘上看到的那个七武海大熊似乎有些不一样，他没有冲击波，没有肉垫，也不会瞬移，看起来是个冒牌货。沃尔基这边对着暴君雄一顿拳拳到肉的殴打，然而没什么卵用。暴君雄一个激光波射穿了沃尔基的胳膊，德雷克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东西，暴君雄的身体还原的镭射激光波，这是世界政府的御用天才科学家贝加庞克的杰作，和平主义者。此次与还原一起登陆香木地群岛的，最具威胁的不是海军，而是战头湾率领的和平主义者军队。还原在一边煽风点火道，可以跟他过招，德雷克少将不是前少将。不过你们可要小心了，因为老夫也在呢。周围的人持有悲观态度，就算是3个悬赏金过亿的海贼，也绝不可能打得过一个海军大将与一个七武海的。德雷克想，反正横竖都是死，放手干他一把，直接变身成了恐龙形态。这就是德雷克的能力，动物系恶魔果实、龙果实、古代种、伊特龙形态。变身成恐龙的德雷克一口咬住和平主义者的脑袋，但是没甩过3秒，被和平主义者一道激光波打穿了身体，又变回了人形。沃尔基在一边看着看得津津有味，却不知危险已经临到。黄猿从沃尔基后方突然提出光速踢，将沃尔基一招放倒。霍金斯立即变身成巨型稻草人应战，降魔之象。黄猿顾得惊慌，你们这些悬赏金过亿的家伙，个都跟怪物一样，好可怕呀！霍金斯挥动爪子发起进攻。黄猿用光速躲开后，先用闪光夺去霍金斯的视野，接着对着霍金斯的肚子就是激光连射。霍金斯的稻草人接二连三的从体内掉了出来，眼看就要把霍金斯替身稻草人全部干掉了。这时旁边突然响起一阵奏乐，黄猿还想谁这么贴心，把霍金斯的坟头蹦迪曲都准备好了，这是要快快乐乐的上路啊！回头一看，阿普的个人乐队正欢快奏乐，黄猿愣了，我是不是应该摇起来才显得比较有礼貌？因因果实阿普可以将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变成乐器，一个人就能撑起一支乐队。不仅能够迷惑对手，还能通过音乐进行攻击。总的来说，只要能听见他音乐的范围，都可以作为他攻击的目标。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阿普一招斩击铜锣，黄猿的胳膊应声被斩断。黄猿正懵逼，阿普接了一招爆炸鼓，将黄猿的身体拦腰炸开。阿普也不是傻子，海军大将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干掉？玩够了，赶紧溜着大吉。黄猿心想，人家唱歌要钱，你他妈唱歌要命啊！黄猿的身体变化成光离子，重组后恢复原形。看着像个猴子一样跑远的阿普，黄猿感叹一声天真。黄猿瞬间移动过去，眨眼睛到了阿普面前，直接一招扣踢，将阿普连在脚下的建筑物一招击落。德雷克看得愣神，转眼间黄猿的大长腿已经到了近前，砰的一声，德雷克也被干倒。接着又是一道激光波，霍金斯也负了重伤，一口一个好可怕，一脚一个超新星。黄猿在一瞬间就干掉了4个悬赏金过亿的超新星海贼，拂袖而出，深藏功与名，留下一段佳话传说。不过霍金斯的算卦还是很重的。黄猿准备要杀他的时候，电话中响起，战逃丸联系上了黄猿，让他赶去对付路飞等人。黄猿放弃了霍金斯，赶到了12D2的森林中。此时草王团与和平主义者正在大战，索隆、山治、路飞3人合力对付一个和平主义者，非常吃力。那个家伙身中数刀，被山治踢了好几脚，完全没事，好像根本没有痛感。和平主义者将激光炮瞄准索隆，索隆一刹那间想起了被暴君熊吊打的场景，旧伤复发，疼痛不止。若不是反应快，就被和平主义者干掉了。